大家好，我是梅梅。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唱歌位置的问题。我经常会碰到很多同学问我说，梅梅老师，我们唱歌的位置是不是永远固定在那里，不用改变的？那我觉得这个要看你演绎的作品。那有些作品呢，它不需要你的位置一定要固定在这个头腔上面，就是位置很高位置，它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你放在你的口腔、喉咙这个部分。那当然呢，这个是仅限于我们流行歌曲的一些唱法，也就是审美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审美的问题。如果你要问一个美声的老师，他一定会告诉你说，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固定在那里的。但是呢，通常我们流行歌曲呢，会有一些就是情绪上的一些表达，一些感情的特色，一些咬字的特色会在口腔这个位置，并不是位置一直在头腔上面的。那这个在美声里面老师是不喜欢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是科学的发声，会动到喉咙。那作为流行歌曲的作品呢，其实流行歌曲最早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是没有那么多讲究什么技巧练习的方式，它就是一种民间老百姓的一种演绎方式。只是因为现在很多流行歌呢，它的技术含金量越来越高，所以呢大家也开始去练习一些技巧，同时呢也就是很多朋友们也越来越注重保护自己的喉咙嗓子，不希望说唱个几年呢这自己的声音就不行了，所以呢也希望能够学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的喉咙可以唱歌的保护的时间更长一些。当然对演绎一些难的含金量的这个作品高的时候呢，也能够完成这些音乐作品。那我在这里呢放2首歌曲，朋友们听一下。就说一个呢，可能在歌曲的部分前面就会觉得这个是放在口腔里的，那都是我唱的。那另外一首歌呢，一听呢声音就是位置在上面的。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我在你身边坐下，熙攘人群看似红雨，平常言辞转变相依，命中注定交付给你。所以呢，就是说要看歌曲，当然也要看你这个歌手的驾驭能力。那有些歌手呢，可能他就是只能够完成在口腔里就正常的自然音去唱的声音。那有些歌手他可能掌握的技巧多一点，他可以唱一些多种风格的，他可以来回换他的位置。但是换位置的时候，如果你掌握的技术不是很娴熟的话，你会容易出错，或者是破嗓子。就是嗓子会破音等等这些问题。那如果你掌握的很娴熟的话呢，就换起来比较声音听起来比较圆润，然后呢自己也会觉得比较舒服。那每一个老师的训练方法都不一样。在我的歌唱班里面呢，我会教学生在练声的时候呢，是对他们的要求是希望他们声音是在一个位置上统一的，就是全部放在头腔上面去训练。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他们的尽量摆脱用嗓吧。因为我大多数来找我学唱歌的同学呢，基本上刚来的时候都特别使劲的去憋嗓子唱歌，用嗓子。那为了避开这个呢，所以我一开始让他们就是小声，然后放在头腔上面去唱，慢慢的去练成统一的一条声音。但是这样的声音呢，虽然可能慢慢的让他改掉了这个就是用喉咙的这个习惯，憋嗓子的习惯，但是呢，来找我的很多同学呢，都是他们的目标是要唱流行歌曲的。那么他如果用这样一条的声音在唱流行歌曲作品的演绎当中呢，就不能够就是不能够满足吧这首歌的那种情感的需要和一种某种感情的感觉的诠释。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些学生当他的喉头稳定一些，喉咙用嗓改善很多的时候呢，
在具体的去唱这个歌曲的时候呢，我又会调整它的歌唱位置，有时候会让它慢慢往下放。当然往下放的时候，很多同学也会遇到说，哎呀，在换的时候放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点不舒服和扯嗓。那慢慢的就是尝试这个力量，慢慢把这个力量调试好了，做好了以后，它换起来也就比较顺了。这都需要一个时间的。在刚开始的时候，尽量都是避开，也是在一个位置上唱。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说会让学生呢摆脱用嗓的问题，但是缺点呢，就是短期时间内呢，学生觉得唱歌的那种感觉呢，没有他之前大白嗓子那么唱出来的那种味道正啊，那种好听。因为在改方法嘛，在换的过程当中又没有练出来那个感觉，然后在练的过程里面，他只是练了一半，没有练到最后的那个要求的时候呢，他的歌唱听起来真的没有那么自然。可是呢，我们只要经过这个过程之后，然后把这个可以驾驭这个位置来回换的时候做的自如的时候呢，那他就会走出了自己唱歌的瓶颈和他唱歌的另外一片天地。那这也是来找我学唱歌的同学们他们的心愿，所以呢，就是只要挨过这个过程就好了。好，那今天呢，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其实要讲的话呢，展开的话话题很大，因为这个会牵扯到整个歌唱界的一些对某些理念的定义，那这个是见仁见智。然后呢，最重要我觉得是每个人能够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唱歌，去演绎自己的作品，或者是演绎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也不要过分的太纠结在某些理念当中，或者所谓的一些理论当中，因为现在理论真的是五花八门。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你觉得你要唱着舒服，感觉很好，那就是你找到了你对的感觉。好，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呢，欢迎您帮我点个赞、订个阅，然后呢，我们下次再见好吗？